据美国军事媒体网站1945报道，作为世界上首款隐身战斗机，尽管 F-22猛禽战斗机正在老去，但它仍然是有史以来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作为空中优势战斗机，它仍是无法超越的存在。它于25年前首飞，服役已经18年，但直到最近，美国防部才将 F-22猛禽部署到日本冲绳加手纳空军基地，以压制中国和朝鲜。在前几天的中俄轰炸机联队战略巡航时， F-22一度贴脸半飞，以嚣张的姿态告诉中俄他来了。F-22猛禽战斗机于2005年服役，成为世界上首款第5代战斗机，同时也立刻被冠名以世界最强的空中优势战斗机。与此同时，在当年中国最先进的国产战斗机还是歼110，它在2004年服役，与美国空军整整差了一代。F-22专为夺取制空权而设计，它使用了2台 F119PW100涡轮风扇发动机，可产生超过7万磅约 31.8 吨的组合推力，而且它配备的是2维推力矢量系统，让其可以进行一系列的惊人空中机动，可以说是超级灵活。尤其在近身格斗方面，它可以在向前飞行的同时，利用其推力矢量功能迅速改变方向。F-22的最大飞行高度可达65000英尺，在携带2个外部油箱的同时，航程可达1850英里，超巡航距离为115英里。在执行争夺制空权的任务时， F-22可以携带2枚 AIM-9 响尾蛇热追踪近程空对空导弹和6枚 AIM-120 AMRAAM 雷达制导超视距空对空导弹，同时还会为20毫米的 M61A2 机炮携带480发炮弹，用于近距离缠斗作战。在执行空对地作战任务时，它可以携带2枚100磅 GBU-32 GDAM 炸弹、AIM-9 响尾蛇空导弹和2枚 AIM-120 AMRAAM 空导弹，或者携带8枚250磅 SDB 炸弹、2枚 AIM-9 响尾蛇导弹和2枚 AIM-120 AMRAAM 导弹。从这个性能上看，它并未落伍。F-22采用外倾双垂尾常规气动布局，垂尾向外倾斜27度，恰好处于一般隐身设计的边缘，其两侧进气口装在翼前会延伸面边条翼下方，与喷嘴一样，都做了抑制红外辐射的隐身设计。主翼和水平安定面采用相同的后掠角和后圆前掠角，都是小展悬臂的梯形平面型。随炮型座舱盖突出于前机身上部，全部武器都隐蔽地挂在了4个内部弹舱之中。不同于俄罗斯苏47的单大弹舱， F-22所使用的是2个大弹舱和2个侧弹舱。大弹舱具备伸缩发射架，所能搭载的是中距空导弹或者是航空炸弹，而2个侧弹舱是专门为发射格斗弹设计。F-22水平面上为高梯形机翼搭配一体化尾翼的综合器动力外形，包括彼此隔开很宽的并朝外倾斜的带方向舵形垂直尾翼，且水平安定面直接靠近机翼布置。按照技术标准，在结构上还广泛使用热加工塑胶和人造纤维的聚合复合材料，在量产型上使用复合材料的比例更将达到 35%。 两侧翼架所使用的发动机进气道是在 F-18EF 型上已经技术成熟的加莱特进气道，相较于 F-15鹰战斗机上所使用的可调外压4波系超音速进气道，这款进气道的优势在于飞机进行超音速飞行时，其所产生的激波会使气流进入进气道后变得均匀，能提高进气效率。在为小涵道的 F119型发动机提供足够进气的同时，其斜切的外形减小了作为隐形战斗机重要指标的雷达反射面积 RCS。 该进气道为不可调节，从压气机到发动机进气口之间的通道呈 S 型通道。发动机具备2维向量喷嘴，有固定的侧壁和调节喷管横截面积，即可仰俯正负20度的角，可动上下调板以偏转推力方向。美媒称，尽管该战斗机很先进，但是美国防部仍然计划逐步淘汰约30架 F-22的初级型号 Block 20版本，它主要用于训练。该机型维护费用非常高，
国防部想把省下来的钱用于维护剩下的150架 F-22，同时也用于第6代战斗机的开发。但是这一计划遭到了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拒绝，他们要求空军至少将这些老旧的 Block 20版升级到 Block 30版本，使其配备最新的武器和传感器等，以增强其现代化作战能力。升级将耗资约10亿美元。除此之外，整个 F-22机队都将进行升级。美国防部已经授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一份价值近110亿美元的无限期交付、无限期数量的合同，用于升级和维护 F-22机队，以确保它能够在与中国势均力敌的冲突中保持优势。但结局 F-22采购量稀少的情况依然是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终于在2011年12月13号，最后一架 F-22量产型下线，至此 F-22的生产线也关闭了。美国军队中所服役的 F-22数量被定格在了187架。尽管 F-22的价格高昂，还是有些国家不满足于低档的 F-35，希望采购 F-22获得局部的地区绝对的空中优势。日本就是典型，但美国决策部队并没有考虑增加出口以降低 F-22成本，由此提高空军装备数量，仍拒绝对外出售 F-22。美媒称，尽管当下 F-22拥有世界上所有隐身战斗机当中最小的雷达横截面，但是随着世界上的防空系统和雷达传感器越来越先进，让 F-22的隐身技术逐渐落伍了。美军的评估表明， F-22的隐身能力可能无法在2030年以后的中美冲突中生存。与此同时，美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称，当下中国空军是美国空军最大的威胁，但他的参谋长 C.Q. Brown 将军则乐观地认为，中国空军至少要到2035年才能够从美国空军手中夺取制空权，也就是说还要再过13年。看来 F-22的升级给了他很大的自信。咱们来看看 F-22有哪些升级。根据其今年的测试可以了解到，它使用了新的外部油箱和挂架，该油箱要比以前的更隐蔽，携油量更多，这意味着其航程变长的，而且机翼下多了2个新吊舱，里边放的可能是电子战系统或红外搜索和跟踪系统，类似于 F-35的光电瞄准系统。另外还挂载了一枚据说是 AIM-260 的远程空空导弹，最大射程可达200公里。它是美军为了对抗我们早已经服役的霹雳15远程空空导弹而开发的，目前 AIM-260 还在开发当中。总的来说， F-22升级了航程、远程作战能力以及类似的光电瞄准系统，但是这些都是歼20早已经具备的。美媒称，美空军参谋长的话有点过于乐观了。中国常规军力在近10年来得到了飞速发展。以空军为例，中国匹敌 F-22的隐身战斗机歼20已经服役了5年多。美军要想在台海冲突中夺取制空权，至少要在该地区拥有足够多的空军基地，部署足够数量的战斗机和加油机，同时还要部署足够的预警机，但这些是当下美军所缺乏的。此前，德国的航空专家通过今年珠海航展上展出的歼20机身上的出厂编号计算出，其数量已经达到了208架，这超过了美国 F-22战斗机186架的总数量。而按照此前香港《明报》的评估，歼20当下至少拥有5条生产线，每年能装备2到3个旅的歼20。到2025年时，歼20的总数量会超过500架。反观美军的 F-22，其生产线早在10几年前就关闭了，这意味着 F-22的数量不会增加了，只会减少。这186架就是它数量的天花板了。到2025年，歼20就算是跟它1换1，也至少还剩下314架。而这个数量差距随着时间的增长只会越来越大。即使 F-22在单机性能上能够压制歼20，但歼20和 F-22之间的数量差距根本无法弥补，更不可能用 F-35来填补。尽管 F-35可以帮助 F-22进行空对空作战，但是美空军装备的 F-35联合攻击战斗机的任务能力是摧毁地面上的目标，比如地面上的防空导弹系统。说白了，它主要是凭借着隐身能力去摧毁地面上的防空系统的，而空对空作战并不是它的强项。与此同时，美空军的第6代战斗机 NGAD 要到2030年代初才能够投入使用，也就是说，在这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美空军无法在与中国发生的冲突中保持空中优势，而且到2035年时，匹敌 NGAD 的中国第6代战斗机也会服役。新型战机、战斗机都有哪些特点？为何会问世？
目前常见的新型战机战斗机主要分为战斗教练机、多用途综合战机和特种战机。冷战时，美苏发现战斗机增加后座飞行员可以提升战机的态势感知和设备操作效率，因此他们都发展多种带有先进雷达的新型战机多用途战机，但它们的定位有所不同。例如，配备先进雷达的 F-14主要考虑舰队防空，因此需要专人操作雷达，才能使其航电和远程半自动拦截弹的威力发挥到极致。美国空军的 F-15E 则是在空军战机多用途理论盛行的上世纪80年代末诞生。由于 F-111退役，美军只能通过改进 F-15以弥补对地打击环节的空白。因此 F-15E 虽然携带当时最好的 APG-70 雷达，但它的主要目标还是充当炸弹卡车打击苏军装甲机群，而后座人员主要负责武器控制台。苏27研发过程中，苏联也同时发展了新型战机教练型苏 27UB。 该机服役后，苏联国土防空军又希望研发其改进型。按照规划，这种改进型新型战机不但可以用于远程拦截，而且还能充当空中指挥机，由此指挥基本型苏27编队。苏军认为，本国国土面积广大，而东部地区野战机场和指挥部都较少，因此不但影响指挥效率，也容易让飞行员疲惫。而新型战机版战机不但弥补了地面指挥所不足的问题，还能最大程度避免飞行员过度疲惫，由此提升战机在空中巡逻的时间。上世纪90年代，这种思维也随着苏30的引入，影响了中国空军，因此还专门开发了苏30 MKK 指引苏27编队的战术，并出资协助俄共青城厂研发这种战机。然而，由于俄系航电性能不尽如人意，因此当时的设想难以真正实现。新型战机战斗机有什么先天优势呢？美俄两国重型5代机问世后，也都开始讨论新型战机发展型，但由于 F-22的产量被大幅削减，而且其新型战机版 FB-22 的项目和 GSF 项目冲突，因此最终胎死腹中。此外，美军还认为，技术智能化的发展将会让后座操作员不再如此重要，飞行员即可在人工智能协助下完成任务，而苏57基础型尚且因为资金链难以维持而举步维艰，新型战机型自然遥遥无期。然而，这种认知并不能完全符合目前技术的发展，这是因为机电设备越发复杂，飞行员很难一面驾驶一面兼顾所有设备，因此这直接影响到战斗机多用途化的实际水平。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目前也依旧存在不稳定和不完善之处，无法真正取代操作员，而美军两种隐身机的冗余度又存在不足，因此无法直接改成合格的新型战机隐身机。反观歼20在设计时就规划了单新型战机2种型号，而且也借鉴 F-15E 的设计思路，即通过单座型座舱后方预留空阔航电舱，降低新型战机机型设计难度，由此保持结构通用化，并降低对应成本。从布局来看，新型战机歼20和基本型歼20近似，并未采用并列新型战机，尽管看似不够科幻拉风，但却极大加快了服役进度。教练型或升级版炸弹卡车可能性都不大。目前的模拟飞行软件远非当年可以想象， L-15猎鹰这样的高端教练机也完全可以胜任培养新型战机飞行员的重任。因此，新型战机飞行员都是从其他战机的尖子中挑选而来。新型战机本身的驾驶乃至内部技术掌握也体现了极大的智能化特点，甚至某些飞行员将其比喻成手游那样容易快速上手。由此看来，新型战机这样昂贵的高端战机不可能额外浪费宝贵的机体用于教练型，但这并不一定等于新型战机不会携带特殊弹药实施准战略打击。毕竟海湾战争中 F-117的夜间渗透斩首效果被世界公认，而这样可完成超音速巡航的现代化隐身战机在执行类似任务时会在效率上更胜一筹。当年的 FB-22计划虽然机动性能有所下降，但载量和速度甚至明显超过基本型 F-22， 可填补战斗机和战略轰炸机之间的打击空白。因此，新型战机就可以携带类似炸弹之母的大威力常规武器，甚至小当量核弹，并在单座撕开敌空中防御网时渗入敌核心区域，直击最要害目标。此外，新型战机也可能会成为空机
激光武器的特殊载体。一旦上述武器开始使用，后座操作员就会专门在新型头盔显示、瞄准器和一体化座舱屏显的助力下，专注对地对海任务中的想要设备操作，而前座飞行员就能专心找到最佳飞行任务线路。量子技术可能成为指挥无人机的最大助手。未来空战的一大特点就是体系综合单位的配合，从而不再是战斗机之间的纯粹较量。随着模块化、高自主性的高性能无人飞行器的出现，中程僚机项目的呼声越来越高。美俄两国对应的产物则是 SQ-58A 和猎人系列无人机，他们将得到 F-35和苏57的协助。有消息称 F-35在进行后续技术升级后，可一架同时指挥3到4架无人机。空战中，此类无人机可发射诱饵信号，并协助友人战机进行探测和综合干扰。在复杂的综合威胁环境下，这种模式可以最大程度提升友人隐身战机的生存性，也能让己方杀伤链的威力和手段得到全面升级，并促使对方进入难以准确判断战场局势的困境。能够满足此类需求的无人机，必然要具备强大的隐身能力、续航速度、航程、智能设备以及载弹量也要出色。然而，这种配合并非没有技术难点。一般无人机多半由地面控制站指挥，容易因电磁炸弹攻击而失控，甚至内部元件也被摧毁，而且对方还会通过电磁信号植入病毒，由此导致其失效。只有可能内部临时修正路线的封闭式无人机，可以无需依靠地面站和预警机的遥控，继而对电脑病毒和电磁攻击具有较好的免疫力。但无人机与新型战机互动时，要依靠后者发射电磁信号，但他们所面临的任务则需要绝对隐蔽安静。考虑战场上的多变态势，封闭式无人机也难免要进行临时调整，但此类电磁信号一旦出现，就有可能被对方捕获。要知道，按照假想对手的反隐身技战术演练来看，通过电磁信号确定战斗机的坐标也是其重要计划。幸运的是，量子通信将会改善困境。这种手段不但不容易被对方截获破译，而且由于它没有电磁辐射，也不通过传统信道，因此抗干扰性和隐蔽性都有了本质提升。此外，它的传播速度快得很多，这就有助于将危险窗口的存在时间降到最低。当然，封闭式无人机在接受友人战机指挥时也会留有开口，这也是对方电磁武器可能的突破口。此外，量子通讯同样可能暴露指挥机的位置，而且以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来看，一时还无法让封闭式无人机自主完成较为复杂的作战程序。因此，战机服役后若想成功指挥无人机，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各方面技术。美军也在发展 AIM-120D， 采用了2次点火技术和高抛弹道，将射程提升到160千米，并配备了 GPS 惯性测量装置，这就保障了精度。美军为彻底压倒霹雳15及其后续型号，还专门开发了 AIM-260， 该导弹具有红外雷达双向数据链，不但抗干扰能力很强，而且射程达到260千米，不可逃逸区也十分出色。据称，该导弹将列装美军2大隐身战机，将 F-16战斗机改装成无人机靶机，也作为有人驾驶战斗机的测试目标，进行追逐和远程仪表飞行。在无人机模式下， QF-16 无人靶机即使在实弹射击活动中也不总是被击落，因为向他们发射的导弹往往没有配备实弹头，因此在导弹弹头的爆炸半径范围内足够近的距离即可被视为有效杀伤。2019年，美国空军首次披露了 AIM-260 远程空空导弹计划的存在，该计划是与海军的共同推进。这2个军种打算为提供一种新的远程武器，以取代 AIM-120 先进空程空空导弹。目前尚不清楚这些飞行测试中是否有部分或全部涉及实际的导弹发射。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廷德尔空军基地是这些任务的发射点，该设施及其无人靶机定期用于支持实弹导弹测试。2020年晚些时候 ，GATM 测试活动似乎又出现了一次相对高峰。仅10月份 ，QF-16 无人靶机就执行了6次任务，另外2次任务被取消。虽然美国空军尚未公布今年的任务此类数据，但很明显，2020年 AIM-260 计划有大量测试活动。美国空军已投资650万美元，在犹他州希尔空军基地建立了一个联合先进战术导弹储存设施。报道称，
这种新型导弹预计不仅射程超过 AIM-120，而且其性能至少能与中国和俄罗斯的超远程空空导弹相媲美。美国空军公开表示，中国霹雳 -15的出现是让美国空军决定启动 AIM-260 计划的一个关键因素。霹雳 -15是一种远程空对空导弹，采用双脉冲火箭发动机。AIM-260 新型导弹的一般直径和长度与 AIM-120 相同，这将使其能够在隐身战机的内部武器舱内携带。尺寸要求意味着不可能采用冲压发动机动力装置，因此一种新型的固体燃料发动机似乎是必然的。也许是一种双脉冲类型，以确保整个飞行包线的能量，就像霹雳 -15一样。虽然 AIM-260 的技术性能方面仍处于机密状态，但五角大楼的目标是使该武器在明年实现初始作战能力。什么时候台湾才能走到世界的前列呢？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我们下期见。